今天终于来到了加拿大，我是现在坐在尼亚加拉大瀑布的好看的这一边，好看的这一边就是在加拿大，稍微难看一点的这一边是在美国。整个文化给我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的好，包括他的市长，这个我有一天和他的市长吃饭，这哥们儿很清廉，这哥们儿来的时候是骑着自行车来的，走的时候也是骑着自行车走的，这个我是没想到。后来我还问了服务员，我说你认识这人吗？人我认识啊。我说你投他票了吗？那服务员说上一届竞选时候还没成年，所以我没投。然后可能我妈投了吧。估计大家一看我这背后这家伙，就已经看出这是在什么地儿了。因为全世界像这么大的瀑布是很少的，大概只有那么2-3个吧。北美洲有一个，南美洲有一个，阿根廷、巴西那儿，然后非洲那儿有一个。可是大家看看这样子，反正肯定不像在非洲，也不像在南美洲，所以这么大一瀑布，而且这样的一个弧形的向下大瀑布，咱们中学地理就学过啊，这就是尼亚加拉大瀑布。所以呢，我是现在坐在尼亚加拉大瀑布的好看的这一边，好看的这一边就是在加拿大，稍微难看一点的这一边是在美国。今天终于来到了加拿大。咱们自从开始聊818欧罗巴了，818美利坚了，又跑南美，巴西、阿根廷，南极都去了。之前刚讲完了丹麦、瑞典，永远有在评论里问我说，这加拿大这么大一国家，全世界比中国大的国家就俩，咱花了那么长时间讲俄国，然后还有一个比中国还大的国家加拿大。而且跟华人有这么多的关系这么多的华人，家家户户我猜拐不到3道弯就能拐出一个有人在加拿大的说为什么不讲加拿大？好长时间我自己想这问题，说为什么不讲加拿大为什么阿根廷就那么高兴就给讲了，俄国也好丹麦也好。其实最主要原因是好多国家在你脑子里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印象，说这国家是什么样的，这国家的代表的作品是什么样的巴西是桑巴，这个阿根廷是 Tango，然后足球，丹麦是单人独生童话，然后瑞典咱们都讲过了那么多标志性，咱们叫 signature， 就是那些揪牌吧，揪牌菜。就像你说你讲一种菜，你就特别知道这菜大概招牌，比如说讲川菜，这太容易了，揪牌菜，鱼香肉丝，回锅肉，水煮鱼，什么讲粤菜，咱脑子里就能数出100个来。但是有一天你突然问我，你说你为什么不讲河北菜我这脑子里就开始想说，你说河北离得近不近？近，熟不熟？也不能叫不熟，这一出门就到了。但是你说它到底是这河北菜是啥样的，真的说不出来。这加拿大有点像这个，你说它跟美国离得当然是最近的了你说熟不熟也不能叫不熟，说我不知道加拿大这国家，也没听说过它的事儿，也不是。可是你让我真的具体说说这加拿大这国家这民族这人民这文化，包括吃的，这个真的是很长时间就不敢说，因为说不出来。所以我努力来试一试讲一讲加拿大按照咱们的这个老3篇或者叫3板斧，永远是观感、历史与思考所以上来咱们就先说说这加拿大这观感永远是先说没来过之前脑子里的加拿大啥样的。大概所有的中国人最先了解加拿大的就是通过这真正的老3篇，可能很多年轻人不知道真正老3篇是哪老3篇就是毛主席写过的这个老3篇，其中一篇写的是张思德同志烧炭的时候牺牲了另一篇写的是白求恩同志。其中老一代的人经常引用这一段，说一个加拿大人然后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助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然后等等吧。这个我看年轻人有时候骂我们这些这个爱国华侨的时候也是这么骂的，说你这是一什么精神你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什么这那。我不是白求恩我中国生中国长中国人只不过侨居海外一阵时间。所以白求恩同志真正是老3篇里重要的一篇绝大多数中国人第一次知道加拿大就是从白求恩同志开始然后是什么样的印象呢？就是经常偶尔看见一个歌星，原来一点都没觉得他不是美国人因为唱歌也是美国口音什么，突然有一天看到他的那个
国籍或者简历说，哦，这人是一加拿大人，就是比如说 Celine Dion 啦 Justin Bieber 啦，之前还有一个 Bryan Adams， 当然了，还有最近几年大火的这个 hip hop 大腕 Drake， 当然还有老腕艾薇儿，现在在美国最 popular 的 Weeknd， 演员中间也有很多是加拿大人啊 ，Jim Carrey， 女生现在最喜欢的小鲜肉啊 ，Ryan Gosling。所以那个感觉就开始觉得加拿大跟美国有什么区别？没区别，就是Celine Dion唱的也是美国电影主题歌，签的美国唱片公司，发音、口音各方面一模一样，大概就是这点模糊的印象。然后就是身边的各种人说你去美国干嘛？加拿大多好啊，加拿大多舒服啊！我的感觉就是说好冷吧，肯定特别冷吧。因为你想想看，加拿大在美国脑瓜顶上，然后我们如果去趟北方美国的东岸，比如说纽约、波士顿，都觉得哇冷得不得了，冬天雪下半米厚，就开始说纽约、波士顿都这么冷了，那加拿大得多冷啊！就大概就是这印象了。然后就下定决心说去加拿大吧。所以真正的观感等到了加拿大才会感受到。首先当然是华人们最熟悉的。也是我最喜欢的加拿大的城市了，温哥华，名字起得特别好啊，听着就温润如玉，这么一城市，温哥华，也不知道谁起的，反正到了温哥华，第一个感觉就是说，好舒服。就是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我在全世界跑最喜欢的是那种叫有层层叠叠的水的地方。洛杉矶这点就差很远，洛杉矶只有一层水，因为洛杉矶不是个海湾，里头也没有很多岛。就是这么一个大海岸线，没有湾，所以浪很大，冲浪行，但是你要是坐个游艇就吐死，所以也没有很多人住在海边上，因为只有一条海岸线嘛。咱们说过很多次，喜欢斯德哥尔摩，喜欢里约，然后喜欢西雅图，都是这样的城市，就是在一个大海湾里抱着，然后有很多很多岛，然后很多个层次的水，住在哪儿都能看见漂亮的水，海湾呐，等等，拉贡。温哥华就是这样一个城市。咱们讲西雅图大概提过一句，是在共同一个巨大的一个大海湾里，然后温哥华自己又伸进去好几个海湾，当然还有河，所以在温哥华第一个感觉就是到处都是水，到处都在水滨。后来说这些人住的怎么那么舒服啊？这个也能看见海，那个也能看见水。然后到朋友家去拜访去，到人家一看，哇天，你们家太舒服了，窗外就是海。你要在洛杉矶，你想有一个窗外就是海的房子，普通的人工作一辈子也做不到，那你得真的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一个明星，一个富豪才能做到。但在温哥华就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到处都是水，而且并不像想象那么冷，也就是个0度零下一点，结果一问其实比北京还暖和点，然后比美国东岸那些特别冷的城市，什么纽约、波士顿要暖和得多。夏天很凉快，因为它北纬49度嘛，正常情况一想说38线，北纬38度，那一想到志愿军冻死很多人，然后一想到这个林海雪原，北纬49度线，那比38线还往北点。但是呢，人家得天独厚，就正好就是在太平洋这个洋流经过的地方，洋流带来的温暖跟湿润，所以它也不结冰。这个地方其实比洛杉矶或者纽约或者是这些城市都要舒服得多。这还开始动摇，说我为什么不搬到这儿来呢？这个地方可太舒服了，中餐之好吃令人发指。就是原来在洛杉矶待着，天天跟人吹牛，人每次来洛杉矶说，哎呀，我们这儿的中餐比那个北京好吃得多啊。说你看这，等到人温哥华一吃，傻了。我觉得最主要的，为什么比洛杉矶或者比大多数中国城市做的都好吃？洛杉矶其实已经很不错了，但是我跟人讲的时候，我跟人讲主要是因为融合嘛，说你看这有很多台湾人带来的台湾菜，香港人带来的香港菜，但是实际上洛杉矶的香港人并不多，这个香港移民出去的主力是群集在温哥华，就是几次香港的移民潮，一次是80年代的移民潮，中英要签订这个协定了，香港人就往温哥华跑。为什么往温哥华跑呢？因为当时他们都是英联邦嘛。所以在英联邦内部，这个移民还是比较容易的。你要想移民到美国，确实也不太容易。然后就是哇，大批往温哥华跑。然后就是90年代的时候，回归之前，大批香港人因为各种妖魔化宣传然后就哇跑温哥华跑。从1991年到1996年，有超过1/5的新移民来自香港，大概每年3万多人，占香港移出的人口的总数一半还多。
所以来了2大波香港人，导致这个文华开始的时代，你要90年代来什么之类的，你就只能说广东话，你说国语就听不懂。有点像港改革开放的时候，90年代初的深圳，什么人都去，都得学这个广东话才能生存啊！你想香港人当然是咱们普遍的意义上最会做饭的华人了，四川人肯定觉得不行啊，除非你有特别的癖好，能特别吃辣，但是总来说那是做最好的啊。然后开始台湾人来，然后开始大陆人来啊，所以导致这儿的中餐的底子是结结实实的香港菜啊，香港师傅。而且每次他们自己特别自豪的这个说我们文华菜做好吃的时候，就是说香港做饭最好的大师傅都跑到这儿来了。我们去尝了几家，确实非常好。我点心做的非常非常的好啊，粤菜也做得很好。我觉得我在文华的吃饭，我感觉到那是一个非常融合的城市啊。当然中餐的影响是巨大的，那对日餐也有影响。大家知道在文华的总人口里华人是占到1/3的，这可是非常非常吓人的比例。其中在好多城市，什么他们说的列治文呐，什么就 Richmond， 华人是占到1半以上的，啊，所以这么高的比例，在全世界就是中国以外啊，除了新加坡，应该说没有第二个地方有这么高比例。这个温华华人是非常的强大，带动了整个的那个亚裔啊，在那里，然后。这个各种各样的朋友就开始劝你说，你看洛杉矶多没劲，又脏又污染又干燥，大农村。确实你要从各种方面硬件软件跟温华一比，洛杉矶就是一大农村，而且也很脏。洛杉矶污染也比较严重，全美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当然了，也还是有很多蓝天啊，没有北京那么吓人，但是确实跟温华一比，温华那个天是那种嫩的翻嫩的蓝，就是你想咬一口那种啊，不像加州那种湛蓝湛蓝的那种天。然后洛杉矶铺的那么大一个大平板，像大农村一样，缺乏那种生活在一个精致的城市里的感觉啊。每天出门开个40分钟1小时车觉得很正常，在温哥华感觉就是一个特别精致的城市啊，所有的建筑，然后街道，首先它干净啊，漂亮极了，而且很现代啊。当然了，缺乏了一点点那种历史感，就是说你到欧洲当然就不能比了啊，可是你到美国东岸或者是加拿大东岸的一些城市，你还是能看见那种英式的那种古老的建筑啊，老城啊，那种大石头钉在地上那种马路啊，这些文化都没有啊，是个很新很新的城市。本来整个北美洲西岸就是很新的啊，洛杉矶也没有扎着那种马车走的那种石头那种地儿也没有啊，但是温哥华就感觉更加新，到处是玻璃楼，玻璃楼之多是一个重要的观感啊，因为咱们经常会想到说光污染啊等等等等，哎，后来说这温哥华怎么这么多玻璃楼，几乎所有的高大都是大玻璃。后来一想，其实能想明白，就是它在北方比较冷的地方，人们很需要阳光啊，所以建了好多玻璃楼，这些玻璃楼反射的阳光导致这个城市到处都有这种温暖的阳光。物价比美国还便宜点，但是啊，房价可是比较贵，因为它连续多年被评为全世界最宜居城市的，反正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就是第三，反正一直在前3名。这个据他们自己说，连续很多年评为世界第一。那这种地方当然房价就比较贵了。这个再加上华人大批的去往了温哥华啊，在那儿买房置业生活，导致房价呼的涨。我确实问了一些这个房子，我说你们这房子多少钱？一听完我也傻了，我说这我买不起，我搬不到温哥华来。后来我想了想，我说我还是没办法搬到温哥华来啊，为什么呢？你可以明显的看到去加拿大的华人跟去美国的华人的区别，就是其实有点像加拿大人跟美国人的区别。我先说华人的区别啊，明显的区别就是说，凡是那种我要读名校啊，我要常春藤，然后我要出人头地，我要到硅谷去发财，我要去华尔街，我要金领，我是这个美林的，我是高盛的，我是Google 的，就是有这种梦想的人，就统一管这就叫美国梦吧。啊，这样的人基本上都往美国冲啊，当然也包括我在内。那我当然是有我的梦想，我希望在好莱坞有我的一席之地，我希望有一天路上有我的手印儿，啊，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坐在那里，能够改造这个行业。那我当然了，洛杉矶再破，我也要坚持在洛杉矶待下去。当然，其实洛杉矶没那么破啊，只是跟那个温哥华比起来。说你搬到温哥华来吧，咱作伴，天天打打麻将，然后天天跑步。他们那儿人好健康，
每天就跑步啊，这个划船、游泳，然后骑自行车。骑自行车虽然没有丹麦骑自行车人这么多啊，但是骑车的人也占到10%哦，这个比例已经很大了。就是你看到几乎所有的主要道路都旁边有一个大概这么窄的，这个当然没有北京的自行车道那么宽啊，但是现在北京自行车道那么宽也被汽车占了2/3，其实也就那么窄，但是通常都有一条这么窄的自行车道。后来就说你们这里人生活的好健康啊，他说对啊，我们没有像你们啊那么就拼了命的努力啊这那的，所以这就是加拿大跟美国的重要的区别，就是人家那些去加拿大的华人，人家是怀这种特别好的心态，就是说我只是想把小小的好日子过起来就可以了啊，我只是说我在这里可以找到一份这个还不错的工作，然后可以健康的生活，我没有那么大野心跟梦想。我如果有那么大野心梦想，我第一我留在国内，国内风起云涌，那第二我可以出到美国去拼了命常春藤，然后这个名校读完啊，一步一步拼命往上爬。人没有啊，加拿大虽然有一些相当不错的大学，但是跟美国这些名震世界的这些大名校还是不能比。我说我还是不能来，我说主要的就是我还有那个野心，所以就到美国去啊。所以这个整个文化给我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的好啊，包括他的市长。这个我有一天和他的市长吃饭，我们在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海边的日餐馆啊，跟这位温哥华市长吃了5个多小时，快6个小时饭，就是因为聊高兴了。本来一开始我还觉得他肯定就是个白左啦，然后这个白左肯定就给你宣扬一通普世价值啦，给你宣扬一通平等啦，一套社会主义的观念吧，大概就是这样吧。结果没想到真的还挺好，他是我见过的应该说最讲理的也最靠谱的一个白左，中间偏左吧，他不是特别激进啊，他自己的一个小党当选的，他不是加拿大2个最大的党，通常西方都是俩特大的党，一个偏左一点，一个偏右一点。那现在加拿大当政的这小土豆 Justin Trudeau 啊，就因为他爸爸是曾经加拿大最伟大时代的最重要的总理，就是80年代吧，啊，所以那时候管叫老土豆，他就叫小土豆，叫小土豆。他说我跟这个小土豆的个人当然也是好朋友。啊，我这个小党跟他那个大党，这个自由党的理念也差不多啊，就是中间偏左。我是碰见右派，当然是肯定是不能同意人家的了啊。右派什么又反对同性恋了，反对堕胎了，这绝不能同意啊。我比较靠中间，那我见着右派通常会狠狠的就跟人辩论一通，挤了一通。见着左派呢，也通常会把人家那个平等啊什么的稍微的讽刺一下。就是我也跟他开始讲说，你看你这平等到底要平等哪天呢？咱们之前讲北欧讲过了啊，是给有色人种平等，还是给同性恋平等，还是给胖子平等，还是最后平等到所有大学都得500吨重的学生总体重？他在那笑啊！但是他跟我讲了，他当了8年市长的很多很多的改进，很多很多的那些改革吧。我听了以后，我觉得挺有意思。我在温哥华同样的还跟另外一位，当然也是白左聊了挺长时间。但是这2个白左最大的区别，这位是温哥华市的市长，当家才知柴米油盐贵，啊，那位是 UBC 这里最著名的大学 ，BC 就是这省的名字啊，叫这个 British Columbia，BC 省最好的大学 UBC， 啊，这个里的大教授，大家要明白这区别了啊。教授说这话，你就开始觉得这个，他甚至管都不叫左右，他就管它叫先进的，啊，这个教授就说这个先进的如何如何啊，等等等等。啊，喜欢 Sanders， 哎呀，我一听人喜欢 Sanders， 我就第一就知道叫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你喜欢 Sanders 就是喜欢那种把大家都平均分了的社会主义嘛 ，Sanders 就想把美国变成丹麦嘛，啊，但是这位市长呢相当务实，因为你不管以什么理念当选，这个真正的执政跟你选举是2回事，在西方的政治家是非常清楚的知道这样区别的，啊，就像竞选的时候可以骂中国，但是谁当选了不跟中国这个保持很好的经贸关系啊？所以他是已经连任3届了啊，就说明做得非常好。他其实我听完了以后，我觉得他的主要理念其实是经济的归经济，社会的归社会。啊，他说我为了发展这儿的经济，我不能到处跟人说这儿都平等啊、高税啊，那谁来啊？啊，但可是为了这儿的文化、这儿的这个整个的社会啊、福利啊，以及我们党的理想，我当然还是要做很多福利的事情。
他推进了这个自行车的普及，他推进了同性恋的彩虹街，然后专门有一条街是同性恋的街，然后他推进了各种各样的这些平权的运动。但是同时，他说我为了能让这里的经济更好，他说我去了无数次好莱坞。但是他跟我也谈了很多啊，他说你们阿里巴巴能不能到我们这儿来，这个我们这儿有很多优惠政策啊，你看我们这儿有 tax credit 就是退税政策啊，这个时候可就不能想白左那一套了啊，白左那一套说人人都征高税，咱们大家人人不工作也可以拿很多钱，那这别的企业就都不来了。他说在尽量保证那些的情况下，经济要发展啊，经济怎么发展呢？就得拿出资本主义那一套。啊，他说我去了无数次好莱坞，他说我已经把索尼公司的重要部分已经搬到温哥华来了，我把大量的后期制作啊、电脑制作啊等等从好莱坞搬过来。所以我现在这儿温哥华已经变成全球最大的这个电影后期制作中心啊。我们这儿没工会，你看好莱坞工会那么厉害，这能欺负死你在好莱坞。说我们这儿还有退税，美国加州有没有退税？因为加州那么多电影公司，如果加州给退税，加州人民都不干了。说我们这儿还有 talent pool， 就是我们这儿有大量的人才。那就是一个地方你要吸引工业来，尤其是这种创意工业来，最重要的你得有很多好的大学的毕业生，不然很多像中国有些地方政府请我去当顾问啊，那书记就已经把他那工厂区照着华纳兄弟公司在好莱坞的样子一模一样的建了一个，说我们这连出了这个棚左转到哪儿是那咖啡馆都跟华纳兄弟一模一样，我们这儿为什么建不成好莱坞？后来我说好莱坞不是那房子，说你把那棚建成那样的咖啡馆，那是一整套的东西。咱且不说什么法律啊、工会啊、保障，这第二位的再说啊。首先就是人才，你得有大量的人才在这里啊，才能把生意在这里开起来。我说你这城市只有一个大学，而这大学还是这个搞纺织的。你怎么能在这把这事开起来呢？哪有这么多摄影啊、导演啊、编剧啊等等演员？那人才都在哪里？我说这个不行，所以他说我这个培养人才，啊，这个让这有用的人才来移民到这里。那温哥华是恨不能比例最高的移民城市，再加上本地有好的大学，有 UBC 啊等等这些，所以我人才库这是第一。第二，我给极为优惠的税收政策，啊，完全不是社会主义那一套了。然后我给到这个各种各样其他的配套。啊，我就把好莱坞慢慢往过搬。他说的我都心动了。我也其实也在想，其实我们有很多，不需要真的把办公室再建在这个洛杉矶啊，或者是纽约的地方。温哥华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给公司省很多钱啊。然后他推进的这个整个这个城市，到今天为止，我说你这连续3届以上，你比总统当的时间、总理待的时间还长，你已经快成独裁者了。他说你别这么说啊，他说反对派就说你待的时间太长，你是 dictator 如何。他说其实人民只看你干的好不好，人民不管你是竞选的时候喊的什么口号，你是左还是右，你最终把事情干好啊。这哥们儿很清廉，这哥们儿来的时候是骑着自行车来的啊，走的时候也是骑自行车走的，这个我是没想到。而且到那儿的时候我们还没座，这个市长啊、大市长大人没座，后来说坐哪儿吃啊？他那个饭馆里边没有座了，饭馆外边有那种阳台有那种其实就是人家坐那聊天喝东西用的一长沙发，前面一个长茶几。说那没座了怎么办？说那就坐这儿吧，把那饭菜都摆那茶几上，然后大家知道那个很不舒服，因为你得这么吃饭，而且那筷子又特好，要不然夹板节没了。我还奇怪，我说他们认识你吗？他说应该认识吧，说竞选的时候天天上街游行游街拜票，然后电视上辩论，天天那个脑袋贴的到处都是。所以现在长得好看，这颜值在全世界不光是中国啊也很重要。这哥们长得非常帅啊，我跟他坐一块儿，有时候都想这哥们怎么岁数比我大好几岁，都50多了，但是看着还挺年轻。其实大家认识他，但是没有一个人过来说市长大人那个如何。后来我还问了服务员，我说你认识这人吗？服务员说我认识啊。我说你投他票了吗？那服务员说啊，上一届竞选时候还没成年，所以我没投。然后可能我妈投了吧，还挺客气。然后但是没任何特权，也没有人过来说市长啊如何。温哥华市市长可是个大市的市长啊，就跟中国北上广差不多的3大城市，这个温哥华是3大城市之一啊，大市的市长。结果没任何人过来有任何，直到旁边那桌收拾完了走了，他没说，是我说的。我跟服务员说，我说我们这哈着腰实在太难受了，能不能让我们换到那人家刚收拾走的那桌去呢？
那服务员开始还说不行，那饭馆特别火，这外边还有排队的，说这桌已经人排队订了。结果过了一会儿，经理过来了，经理说：“哎呀，还是坐那儿去吧，这个我给你调一调。”这个最后坐那儿去了，这就这么一点点，还是我提出来的啊，这都不能叫特权，说实在的。然后就坐过去了。按说我们应该算是排队的第一个，因为我们坐那不是那个正经吃饭的桌子，才挪过去。结果一挪过去，高兴了，这个聊了很多啊。当然一来是俩人也聊投缘了啊，二来是一个市长嘛，只要看见什么这种阿里巴巴这种公司，这种立刻的责任感就上来了啊，聊很多。但他有几个观点，我觉得特别值得跟大家分享，就是他治市的理念啊，就他不是治国治理这一个市。他说你别看我花那么多精力，这个弄这些运动设施啊、自行车道啊，麻烦啊，好像多花点纳税人的钱。但是我当了8年市长，他说当时间长就这点好处。他说我能把这个经济账慢慢的最后全明白过来，算清楚。他说我可以告诉你，因为我鼓励大家锻炼呀，因为温哥华现在有10%的人骑车。他说你知道医疗开支节省了多少吗？因为加拿大跟美国不一样，加拿大是全民医保。是免费的公费的医疗，就是他们这个 BC 省也没有私立医院啊，可能有1-2个省有一点私立医院，但是绝大多数人都用公立医院。他说公立医院的医疗开支是很大的。他说这个我鼓励运动，然后骑自行车之后，明显的这个医疗开支下降了，这笔账就算得很好啊。第二一个，他说你看这个房价被这个中国人炒得越来越贵啊。他说我现在这个推行2个事儿啊，一个事儿呢我要收空置税。啊，这个事儿其实在华人中间是有一点争议的啊，但人家没说种族问题，这不算种族歧视。不管谁，你买了房子不住，你空置在那儿，空置到多长时间以后，那我就要收一点空置税，因为这都是资源嘛，尤其是在一个高福利社会。加拿大跟美国不一样，加拿大跟欧洲很像，在福利上啊，也是税收比较高，然后福利比较高，全民医保、免费上学等等。啊，大学跟欧洲大陆不一样，欧洲大学免费的，他大学还是要交钱，但是远没有美国贵。啊，所以它实际上是这样一个社会。然后他说，那这么多资源，然后你买了，你又不住，但是主要是华人啊，那我就要收一点空置税。然后收来这个空置税干嘛呢？他说我要建这个穷人的公寓，我就开始不高兴了。这个因为我是一个相当中立的态度，我是比较反对那种高福利，然后不竞争给懒人，就是你不想工作你就天天懒着，然后你也有钱赚，给你们盖那个廉价公寓，让你们都有地儿住，那我说谁还奋斗啊？是不？那美国是绝对不可能发生这种事儿的。说给他们盖公寓，说1月发800块钱可以，其中还有一半是食品券，还不能让他喝酒、买烟等等。啊，他说我再给你算笔账。他说你知道这些人啊，如果你不让他们安居乐业，你不给他盖这些廉价的公寓啊等等，他们在街头啊，他们犯罪啊。他说你知道治理犯罪的成本有多高吗？他说这实际上情况就是这样的，如果你不盖公寓，你就盖监狱。啊，花的钱是一样的，你盖监狱花的钱更多，还不如盖公寓呢，让这些人能安居乐业，犯罪率降低，啊，犯罪率降低导致的公共开支减少。他说我可以告诉你是非常值得的。哎，我听了以后，比那些给我这平等普世价值那些白左听起来舒服多了，啊，这一听我就明白了，我说哦，那这么一算账，那这个就合理。啊，所以他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当然他也是精英阶层啊，但是也有那种啊精英阶层的那些东西吧。后来聊嗨了，聊各种各样的事儿，后来就聊到说，你觉得美国人跟加拿大人的区别在哪儿啊？但是我见着每个加拿大人其实都问这问题，但是大家回答的不是特别一样。啊，他回答的特别逗，他说美国人就是那种张牙舞爪啊，但是那个真冲上去哪有我们狠呐？他说我们都是平时特别 nice， 因为其实加拿大人给全世界人印象就是比美国人要 nice 很多，没有美国人那么血性，那就其实很像华人移民的时候啊，有血性要拼了命的就上美国，然后那种比较温和的就去加拿大。其实当年这个英国人、法国人也是这样的。啊，比较横枪跃马，到这个哪儿打打杀杀，你就上美国去，抢一块地你就发财，然后愿意老老实实的就来加拿大。他说：“你知道我们跟美国一起参加过很多次战争，1战呐、2战呐。”他说：“我们加拿大人平时看着特 nice， 不像美国人那么咋呼啊，张牙舞爪，说话嗓门大。加拿大人首先一点，说话嗓门比美国人低得多。那美国人只要一进饭馆就哇哇哇呦啊天，又喊又叫又大笑，然后加拿大人就柔和得多。”他说：“但是我们只要一 pull the trigger， 就是那个一搂扳机，我们就冲上去了。”他说：“你知道吗？我们的对手德国人最尊敬加拿大军队，
啊，对美国人他们一点也不尊重，他们就觉得加拿大军队他们害怕，都是狠角色。最后一聊，可是他爸是参过军的，上过战场，所以他内心深处可见每一个民族都这样啊，哪怕是精英阶层，也会是有那种特别主观的说，当我们 charging 的时候，就是冲锋的时候啊，说我们都是用刺刀的啊。他说你见过美国人用刺刀吗？等咱们按照老三篇讲加拿大历史时候再讲吧。当然我不排除肯定每一支军队里都有勇士啊，但是总的来说，加拿大军队在这个参加过的所有的战争里，不管是一战也好啊，二战也好啊，韩战也好，应该这么说，他不应该跟这些军队去比，他应该跟澳大利亚军队比，就是同样都是英联邦里面，啊，愿离开那个中心，然后特别想参与，有特别有大的参与感去参战的，到时候再讲加拿大军队的战场表现跟澳大利亚的战场表现的比较啊，反正当时我就乐了，我说好。后来我问了他，我说你现在能连任3届，说明人民很喜欢你啊。那你现在也是加拿大著名的市长啊，大市的市长能连任3届也不多呀。我说你有没有想法去再走一步啊，前面当总理啊？他说我没有。这个我相信他跟我说肯定说的是真话，因为我又不是选民，选民也没问题。一个政治家想做更大的政治家啊，想把更大的一块地方管理得更好，这没有问题啊。他说真的没有。他说我说我有，我就不成立这个小党了。他说你要到那儿去，你肯定这小党是没戏的嘛。啊，就像你在美国，你可能是一个无党派人士当一市长，在美国太正常。但如果你是一无党派人士，你想当美国总统，那是绝对不可能，从来也不可能发生过。你必须是要不民主党，要不共和党。他说我就是因为没那野心，我才成立一个小党。他说我比较忠于我自己的那个理想吧，就是这就是白左好的地方，就我比较忠于我自己的理想，就是那2个大党，我觉得跟我有一点偏差，哪怕小土豆这个党，自由党跟我这个已经比较接近，但是还是有点偏差。他说我就想好好把文化市市长做好，我不想去做这个国家的总理。他说我原来就不是个政治家，他原来就是个从商的人，他也是在美国名校毕业的，啊，他说但是我既不喜欢美国白人那一套，也不喜欢英国白人那一套，加拿大是很介于这2种文化影响之间的啊。而且我觉得之前的加拿大的右翼把加拿大的社会资源，把加拿大这些东西弄得很不好。他说我出于这个义愤，这个我要从政，所以呢我加入了一个小党，这个而且被这党选为党领袖啊，因为只有当党领袖才能代表党去竞选市长嘛。这个文化市长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说这个世界已经给了美国白人男人和英国白人男人太多的机会，现在应该给其他人机会了。他是一个非常冷静的人。这个我跟他聊天，中国的很多新闻他全知道，然后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全知道。他跟我说，加拿大人比美国人好，当然加拿大人肯定要说自己很好了啊，有些认同，有些不认同，但是他说这些我认同。他说加拿大人更放眼看世界啊，美国人更看自己国家，美国人觉得美国就是世界，说心里话啊，加拿大人对外面发生的事情啊，各种各样的事情还更多的了解更好啊，所以他很了解这个世界。所以他其实比美国的很多总统候选人、什么副总统候选人都要了解这世界，了解得多。大家知道美国出过很多笑话啊，这 Bush 咱们讲过很多次，读人家其他民族名字都读不出来。然后这个曾经的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 Sarah Palin， 这个一直以为 Africa 是一国家，就是一直以为非洲是一国家的名字，就特别特别可笑。这个还有竞选总统的美国人还曾经说过，你们想没想过，如果有一天中国有了核武器，我们怎么办？大家都傻了，就是美国这个国家相当的傲慢，就是不太关心这世界上的事儿，啊，他是很少见的那种，独立思考的，虽然偏左，但是很好的一位知识分子的政治家，啊，当然他也有一些忧虑啊，他说你看现在这个恐怖袭击这么严重。他说我现在也很紧张，他说我今天下午见你之前，刚警察局长向我汇报过我们怎么办的问题。他说我听完以后忧心忡忡，他说我可以给你讲，警察局长向我汇报的时候说现在在网上你就可以买到各种组件，你可以就组装成一些非常容易组装的武器，而且非常小啊，就可以放在坐垫底下，就可以随身携带，然后等等等等，非常难防御。西方又没办法变成一个警察国家，尤其加拿大没办法变成一警察国家，说随时可以搜查你，随时可以叫住你，这是不可以的。那所以这个防范起来是非常非常难，而且加拿大远远不像美国那么强大的警察体系。啊，咱们讲过美国警察体系啊，这个市警、县警、州警，然后这个全国的还有 U.S. Marshal 跟 FBI 这么强大的这种机构，然后加拿大没有，加拿大就是各省管各省的，
然后市里头有个警察局，省里头就很少了，然后就是国家只有一种叫什么山地骑警啊，可以稍微的帮着一点，但是远没有美国那么强大，所以他现在忧心忡忡。好在呢，这个加拿大人没那么招人恨，那这美国人当然很招人恨啦，你今儿打这个，明儿打那个，导致美国人出去如果有双重国籍的人，因为每家都承认双重国籍，就很多人是同时有美国护照跟加拿大护照，他当时出去旅游的时候，他就专门拿那加拿大护照出来，然后这个说我是加拿大人。当然了，最冷血的恐怖分子那没办法，那不管你是哪国人，他也会恐怖袭击。但是正常来说，人家想袭击美国人的那些东西来说，你拿加拿大护照就安全很多。包括到出去旅行的美国人，这个背着包背包客爬山，也很愿意背一个什么上面挂着加拿大枫叶旗的这种，显得自己安全一点但是现在因为恐袭席卷世界嘛，他也表达很多忧虑。这个总的来说，我是非常喜欢这个人，比我跟另外一位白左大教授聊要舒服得多。大教授聊的时候就有很多那种 Sanders 那一套了，这个我就不太认同。当然了，大教授有一些说法，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这大教授是个美国人，入了加拿大籍，他在美国最保守的一个州南卡长大的。1974年来到加拿大，在加拿大生活了42年，这个美国生活了30年，这基本上他70多岁一个老学者。跟我讲，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你说美国人加拿大有什么区别？那他最有发言权嘛，他又是美国人又是加拿大人。他说加拿大人其实就是那一类扭扭捏捏的美国人，我觉得形容的特别有意思。大家知道你在美国你开车，你一过红绿灯你要违个章，能给你自己吓死，就这四周面八方就叭叭叭冲你鸣笛，你就赶紧夹着尾巴啥也别说，你就赶紧开走。你要再敢摇摇窗户再瞪人两眼，直接就下来了。那美国人可厉害了，所以美国人才好战嘛，到处去打仗等等，尊重军队了，然后充满了爱国主义热血，然后美国人天天就 USA。这两天我看那个川普那共和党那个代表大会，哎呦，看得我简直受不了，就是各种煽动，有点感觉像回到了30年代的德国那种，就台上煽动，底下就 USA， 一片那种气氛加拿大可没有这么激进，就是人民普遍比较温和，而且加拿大人说的就是标准的美国英语。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能理解什么意思，就是美国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口音，但是美国人还是共同比较承认一种比较标准的大概中西部地区说的这样的这个美国英语。加拿大人通常说的都很标准除了魁北克法语区的那个法裔的说的以外不像这个大部分美国地方，比如加州说话特别撇，然后纽约那边说话嘴张这么大，加拿大人说的相当标准。有一口头语是加拿大人的，过去一听那个就说你是 Canadian， 就是他有时候会在尾音上加一个 a， 就比如说他会说 What's up A， 或者甚至 I love you A， 但是现在呢连这 A 也慢慢的给去掉了，然后说的很标准的美式发音的，当然主要是相对于英式发音因为你很难说这是加拿大口音澳大利亚口音、新西兰口音你可以说，但是主流的美式的口音和英式口音，加拿大人应该说他说的是相当标准的美式口音的英文，而且相当的温和加拿大人自己也有很多潜在的优越感但是因为他没有攻击性，不像美国人，你要问美国人说你觉得那个美国跟这个全世界比怎么样美国跟加拿大人比，美国人跟法国人比，跟英国人比怎么样？美国人是很直来直去的，美国人会上来就说哈，他们觉得我们是傻逼，然后但是其实他们花我们的钱，我们保护着他们，我们如何，但是美国人通常先会说一句说他们觉得我们都是傻逼。美国人尤其旅过行的美国人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当他看到别人这个吵架的时候，因为我碰见过好几次，我在那跟别人吵，美国人在旁边看完了以后就乐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全世界有人讨厌别人超过了美国人之类的吧，就是大概美国人是先就自嘲一下，然后但是美国人心里充满了那种没有我们你们算上个屁，你们干嘛的？加拿大人呢是开始说我们觉得都很好，我们觉得美国人也挺好，说英国人呢，英国人也挺好。那如果在外边别人把你当成美国人了，你会怎么办呢？我当然不会生气啦，可是我会对别人说对不起，我不是美国人，我是 Canadian。
但是你要跟他深聊下去，他这一会儿给你流露一点加拿大哪里比美国好，一会儿又跟你说一点说这儿加拿大比那儿好，反正都是加拿大好。这个虽然没有美国那么样的爱国热情，但是还是很有自豪感。但是他们主要还是对他们自己这个民族的自豪感。没有美国那么爱这个 USA 没有那么打鸡血啊。我问过很多加拿大人，我说你们有没有碰见过那种大家一起 Canada 说没有，我们没有那么热血。你说到对英国的态度，加拿大人其实是小复杂说到对美国态度，其实他们也很简单，反正他们跟美国生活在一起，没有美国就没有今天的加拿大这个就至少就肯定是应该可以这么说，是美国是塑造今天加拿大民族和国家的最重要的来源之一。给大家说一个数字，中美贸易天天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双边贸易经济关系最紧密的，但是仔细一看那数还没有美加贸易大。大家知道中美贸易6500亿美金双边的包括了贸易和服务在内，已经很大了很吓人了。大家知道中俄之间的贸易只有600亿美金这是中美贸易的1/10都不到。而且中国从中美贸易中赚到多少？中美贸易6000多亿美金，其中美国出口中国才1000多亿美金，中国出口美国4000多亿美金，中国每年从美国赚3000亿美金的顺差。所以大家要抵制美国要这那的要砸肯德基的时候，大家要想一想中国从中美贸易中间赚的比美国从中美贸易中间赚的大得多得多如果真的出现那种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然后互相抵制的话，美国少卖中国1000亿美元东西，中国少卖美国4000亿美元东西。大家知道中国有多少企业要倒闭，有多少人民要失业，那个时候那些键盘侠不知道干嘛去了，你会出来把这事儿给他解决了吗？咱不说这个了总而言之，中美贸易已经很大，6500多亿美金，美加之间的贸易居然有6600亿美金之多。所以通常情况下，大家想到说中美贸易世界最大的这个双边贸易，其实美加之间比那还要大。当然了，中美贸易还是有关税这那都要加上去这个美加的贸易因为它是个自由贸易区，所以它当然是最大规模的。实际上要我说，美加之间都不应该叫贸易，应该叫产业分配。因为中美之间当然其实有很多产业分工的意思比如说苹果手机在美国设计，在中国生产，通用汽车在美国设计，在中国生产，在美国销售其实也有很多产业分工的关系，但是主要来说还是贸易就是有很多中国特色的东西卖到美国去，有很多美国特色的东西卖到中国来。加拿大跟美国经济之紧密，实际上已经到了，就相当于是北美是一个大经济区，然后有一些东西分配给加拿大，你干这个，然后我干那个。加拿大等于是完全融进了北美的经济区里，因为有大量的东西统计的时候，都不分美国、加拿大，就一块统计。就比如说票房，每礼拜看美国这票房，我从来就没有看见过美国票房是多少。因为它从来就是统计的叫北美票房，因为什么呢？反正这样电影院也是美国那些大院线开到这儿来的，所以它都一块儿统计。然后你在加拿大这街上看，基本上能看到的加拿大本土的牌子，可能除了一个加拿大连锁的咖啡馆叫 Tim Horton， 一个白的底儿红字的一个玩意儿，大概比那绿了吧唧美国西雅图就是加拿大隔壁那个 Starbucks 要多以外，其实看不到多少加拿大本土品牌。就来这儿，你除了往车牌子上看，你能看出这是加拿大，其他你要这样看，你根本看不出这是加拿大，你就觉得这跟美国没任何区别。从电影院到快餐店，到服装店，到各种各样的牌子，几乎都是连锁。所以它跟美国之间有一种不言自明的东西，就是说其实我们大家生活的完全就是差不多，但是我们呢也没有你们那么累，你们美国人又得爱国，然后又管着世界，然后我们就比你们好。但是呢也有一点大家可以想一想，加拿大人是可以天天看美国人笑话，看你们被全世界人骂，全世界人这个最讨厌的最爱骂的人就是美国人。这次奥运会什么这那，好多人特别不高兴，说大家为什么老针对中国老挤兑中国其实全世界应该这么说，全世界人民最爱骂的是美国。当然加拿大人觉得没人骂我加拿大人，我很好。但是加拿大人在看美国人笑话的时候，别忘了一个事儿，加拿大之所以能够安全的和平的迅速的发展了这么多年，和在美国的保护伞下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大家想是美国人民纳税用强大的美国的武装力量保卫着这个北美。加拿大那点军队一共才6万人，你想那么大一个国家比中国还大，一共6万军队。这回这个左翼政府上台了，加拿大空军一共没1架飞机，然后在叙利亚前线几架飞机还准备把它撤回来，一点钱都不想花。那光在美国的强大保护伞下，加拿大人军费少纳了多少美国人民还委屈呢，说你看美国
纳那么多税，组织这么强大军队，不但罩着你加拿大，还得罩着日本，还得罩着韩国，还得罩着澳大利亚，还得罩着新西兰，还得罩着新加坡，还得罩着那么多国家，全世界哪有事儿都找我来投诉，我还得出兵去弄那些事儿啊！你们还骂我？美国人确实这么想。美加之间的边境是很神奇的边境啊，美加之间边境的美国海关在加拿大机场，这个很有意思，就几乎这俩就是很融合，当然没有像欧盟那么融合，欧盟都没边境了，美加之间还是有边境，要不然都跑加拿大看病去了。所以美国的海关是在加拿大机场，在加拿大机场进了海关，直接飞到美国以后就不过海关了，就基本是这么的融合。稍微有一点的不公平，就是美国绿卡可以直接去加拿大，但是加拿大绿卡就是枫叶卡是不能直接来美国的。但是护照两边可以随便走啊，加拿大护照、美国护照根本不需要任何签证，就是有这么一点点小小的差别。但是对美国还是没有那么说，因为美国确实是它的最重大的原因之一嘛。这英国就稍微有点复杂 ，Queen 是他们的君主啊，不但是他们的君主，而且是各省的这个君主。因为加拿大是个邦联，它比美国还要松散。美国叫 Federal， 是个 Federation， 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联邦政府的权力还是比较大。加拿大是个邦联制的国家，所以每个省还有君主，但是每个省的君主都是英国那 Queen。所以它总督有好多，有一个叫加拿大总督，加拿大还曾经有一位华裔的总督叫伍彬之，他是在二战期间以难民身份跟着家人来到加拿大。伍彬之1999年出任加拿大第26任总督，他是史上的第2位女性总督，也是首位华裔的总督。这应该也是华人在全世界做到过的最高位置了吧？之前我们讲过，华人在南美小国圭亚那当过一次总统。当然咱们不能说国大国小，但是加拿大至少比圭亚那要大多了嘛。有意思的是，他的嫂子叫利德惠，也是加拿大第1位华裔的女参议员。加拿大总督名义上是由英国那位 Queen 来任命的，实际上现在已经是加拿大总理在任命，但是总理是任命出这个人，签字要由女王签字，表面上来说还是女王来任命的总督。然后这10个省，每个省还有一个省督，省督也是由这个省的君主，省君主也是那位女王大人。然后由他来任命这个省督，其中 BC 省是最重要的省之一嘛，也是经济最发达的省之一，还曾经有一位省督是一位姓林的叫林思齐的一位华人。当然了，大家一听到姓林，早年从福建、香港、广东这一带来的吧，因为那带姓林的多嘛。那他是香港来的，叫 Lam， 也是第1个华人的省督，也是第2个非白人的省督。这说明西岸更开放。大家想想看，美国西岸跟加拿大西岸有共同的这个更开放的这个传统，以至于我问温哥华市长，我说温哥华像哪儿？我做了很多比方，比如中国，我说你看多伦多是不是像上海蒙特利尔是不是像北京，有历史有文化，多伦多有经济有高楼大厦，温哥华是不是像香港他说其实也可以这么说但是呢，其实整个加拿大西岸的文化更像美国西岸，而不像加拿大东岸。他说因为加拿大东岸跟加拿大西岸有很大差别，但是加拿大西岸和美国西岸就这一下往下贯通下来，到西雅图到洛杉矶、旧金山等等，他说这个还是很像的。后来他说完以后观察还真的，尤其到加拿大东岸再一看，真的不太一样，就是西岸的移民明显的更多，而且西岸明显更平等、更平和、更融合。就整个的北美西岸都是一种多种族、更融合的这样的一种文化。大教授跟我说2句我印象特别深刻的话，这2句话我都要跟大家分享。第一句，他说为什么我们还要保持这个女王英国皇室那我们的海军还得叫 Royal Navy 皇家海军，空军叫 Royal Air Force 加拿大皇家空军。不是我们爱那个女王或者喜欢那种皇室什么，他说我没有英国人那么喜欢那些东西。他说最重要的，这是我们的一个 identity， 就是我们的认同感，就是我们不能跟美国人一样，一切都跟美国人一样，那我们就变成美国的另外10个州了。那么为什么是加拿大？我们跟你不一样，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历史就是我们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我们的历史就是我们为大英帝国战斗过。今天大家从内心深处肯定不会说觉得皇室真的是有什么权利或者是很尊重，但是我和你不一样，因为我有我的历史文化，我要保持这个历史文化。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 reasonable 的事儿，解释特别有道理。因为在这之前其实我很不理解，因为信教的人明显变少嘛，
那过去国王啊跟宗教啊什么上帝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很多东西啊，国王加冕是上帝给加冕，所以过去大家信教的时代说 OK 我信教，你上帝之名任命的这个我的 king 我的 queen 我一定要 God bless my king God bless my queen， 那当然这是连在一起的。那现在绝大部分人不信教，为什么还供着这个女王在这干嘛呢？就是因为这个啊，对英国人来说，当然他们最重要的他们的历史文化等等。对加拿大来说，加拿大夹在美英之间，大量的事情是一半美国一半英国，还有法国的这个影响在里面。就比如说加拿大英联邦的国家啊，英帝国之内最重要的这个国家之一，可是加拿大这车在右边开，到加拿大第一个反应就说，哎，这是第一个在英联邦内看到的车在右边开的国家。因为大家去英联邦所有国家，英国就不说，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车都在左边开。哎，跑加拿大一看他右边，因为他要融入美国的大经济圈，美加之间天天开着大集装箱车从美国到加拿大回去。好，这要是一到加拿大改在左边开了，疯了，一天得多少交通事故？所以他这边受美国影响，车在这边开。啊，但是有很多东西受英国的影响，继续保持着英国那些传统，但是也有很多东西受了全球化的影响。就比如说它现在它叫公里了，它不叫 mile， 所以你开车到加拿大来，虽然还是在右边开，但是美国人会马上就不适应，因为美国人不会算算数，对这 kilometer 这个事儿完全晕了。美国原来说啊100迈就到了，然后突然变成160多公里，他就晕了，他不知道什么叫160多公里。这个温度用摄氏度，他不用美国的那种华氏度，美国人听不懂什么叫摄氏度，你跟他说摄氏35度，他也不知道这是冷还是热，就跟中国人听不懂说华氏85度是冷还是热一样。所以加拿大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它是介乎各种各样的文化跟经济影响，还坚持的努力的保持自己独特性的地方。所以这个独特性就变成，我虽然跟美国好像是紧紧的在一起，但是我还是要有女王的，我还是要有跟你不一样的地方。当然也不是所有加拿大人都这么认为哦，这个原住民就不这么想，这个咱们待会儿再讲。这位教授还讲了一句特别有意思的话，我是先进的，我不是左派。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不承认我是左派啊，左派是那些神经病啊，我是先进的，就是 Sanders 是先进的，左派讲的那种平等我也不同意。这个时候他说了一句特别有意思的话，其实我们想了很久很久，这个平等，你看我们讲北欧啊，这平等的问题在哪儿？我们讲了很多细枝末节，但是没有高屋建瓴的总结起来。他一句话就说清楚了，他说平等就是没有差异，没有差异就没有能。这一下咱们中学物理全回来了，能是从哪儿来的？能是从势能来的，这俩东西必须不一样高，它才有势能，才有这个能。如果是都一样平，它就没有能量，没有势能。讲得非常的好。那很多其他的我就不多说了啊，跟这位教授也聊了很长时间。这位教授中文说的之好，简直令人发指。就是一进来，小松老师不但没有口音，就是连我这口音都没有，我其实是有浓重的北京口音的这种。他说的话就特别像就老北京的知识分子说的话，或者是我之前采访过那个张素九张阿姨说的话，他就是那口音。就是大家看林语堂的文章里怀念的老北京，大家看这个林海音的文章里怀念的城南旧事，那个时代的不紧不慢的用词非常讲究的优雅的北京话。他还当过加拿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在中国也住过好几年。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位市长给我介绍的第3个我在文华遇见的重要的人啊，也是我今生第一次见到一位货真价实的酋长。说着说着天黑了啊，所以这个后边瀑布就看不见了，咱们就看我吧，看大脸大面，然后讲一讲让我深受感染的这位酋长啊。这位酋长是 BC 省的一个重要的原住民的部落，叫做 Squamish， 是这个 Squamish 的酋长。这部落差不多有个1万多人吧，在这里已经算是不小的一个部落。然后这个市长介绍给我，给了我电话号码，我就打给他。2个大没想到啊，第一个没想到是电话里就没想到，就是英文说的极其的好啊，因为我们长期的受这个妖魔化原住民的宣传，就觉得肯定听不懂。大家从电影里每次看到印第安人，然后看到原住民，就觉得哎呀，肯定是那种说话怪怪的那种口音，结果说的特别好啊，一听就是受过非常好教育的那种精英的英文，用各种大词儿、长词儿、准确词儿，聊特高兴，然后就约了。
约了以后呢，到他们的 council， 他们的原住民呢是双重的，一重他们得受加拿大法律管，所以他们还得有民主选举的这个 council， 他们自己的那个小议会，然后同时也有酋长这套体系。酋长是世袭的他爷爷传给他，他准备传给他孙子，但是他同时又是每一届都当选的这个 council member， 就这个议会里的成员，同时也是小头所以他说你到我们这个议会来吧，我们就开到这个贝的北边，整个这个贝是右西贝、东贝、北贝，虽然没有很长时间半个钟头，但是感觉到越来越荒凉，越来越荒凉。然后到了那个地方，他穿上了他们自己的民族服装，还跟我们开玩笑说其实这应该是皮的，但是呢现在因为大家提倡环保，再加上确实有点热，夏天，所以我现在用天鹅绒做的这个，但是外边挂的东西还是一样的说这个代表了什么，那个代表了什么，挂了一堆东西在身上。第二一个没想到的是，我本来坐下来就是打算听一通的愤怒跟控诉吧，但是没想到听到的是在知识精英的领导下的原住民少数民族的心声，听得我非常感动，跟大家分享分享。首先加拿大管原住民，他叫的名字就不一样，从这儿就看出加拿大比美国要尊重原住民的多。美国当然也改了原来都叫印第安人，其实他们是很多很多不同的部落种族组合，但是不管了，都管他们叫印第安人。美国现在呢当然也进步了美国也不管人叫印第安人，叫 Native American， 就是美国原住民但是也就到此为止，心里头也不真的认为他们就是美国最重要的民族还是觉得当年的这些 WASP 是美国最重要的民族。这么多年里我只见过2次原住民，一次是在一个饭馆里看到一个白人收养了一个美国原住民小女孩吧，因为你看多了资料照片电影，一看就知道这是美国原住民。再一次在机场碰见过一堆原住民的老太太，然后根本就完全找不着地儿，不知道机场怎么走，1个多小时在那转来转去，一看就是很少出门，基本上在文化上是相当隔绝的，没有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美国的原住民都被圈在326个保留地里，由于与世隔绝，上班也很远，内部的工作岗位当然很有限了，所以失业率很高，平均失业率有 49%， 高的地方 85% 人都失业，辍学率也很高，最高的时候有超过 70% 的人在高中就辍学了。大部分土地也不是个人所有，所以也没法建房子，很多时候只能住那种移动屋，有很多人干脆就没地儿住，而且个人没有物权，不能继承也不能借贷，信用建立极其困难。大家知道在美国你要生活，你不管去哪个城市，大城市小乡村，你的信用是最重要的，没有信用租房也不租你，买房也不贷款，什么都干不了在美国，所以他们也建立不起自己的信用，也没办法融进大城市的生活。美国政府就给他们一点政策，就是说你能开赌场，他们就靠开赌场，或者把赌场的执照租给你，然后你就去开赌场，然后来挣点钱。保留地里的赌场，别人的游客来玩2天就走了，不会破产。美国的印第安人天天住在这赌场旁边，很容易就天天去，很容易破产所以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的醉生梦死，然后犯罪吸毒等等等等。保留地平均犯罪率比美国的其他地方要高7倍。最可笑的是，如果一个非印第安人在保留地里犯罪，当地部落的警察是没有权利去追捕的，这保留地里的警察没有权利抓外边的人，必须是由联邦警员才能去抓他。当地警察对非印第安人最狠的处罚只能是开停车罚单，这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所以导致印第安人保留地里的犯罪非常猖狂，这1/3的印第安妇女被强奸过，大部分罪犯在当地都没有被起诉。一些偏远的印第安保留地这几年还发现了石油，结果更要命，一发现石油涌进来比当地居民多1倍多的非印第安人跑这儿来掠夺石油，而且大量的有毒物质被排放到他们的领地，比如说污染环境的东西等等但是如果你来加拿大的话，不管你下飞机是在温哥华下的还是在多伦多下的，你能清楚地感觉到原住民的文化从下飞机就开始有，就是他们原住民那个图腾那个大木头柱子，加拿大可能因为北方树好，所以那木头柱子比其他的，我看到太平洋岛民什么毛利人新西兰、澳大利亚原住民的那个图腾都要大，那大圆柱子，然后上面有很多很多鸟的大嘴，有青蛙，就是比较独特的那种原住民的 totem。我们还问过他，我说你们这大柱子怎么跟我看到的其他的太平洋岛民的不一样呢？他说我们其实原来也是那样的，后来英国人来了以后觉得这好像不太文明，我们是逐渐被改造，后来就凸出来的东西变成一大鸟嘴，然后我们当然有自己的文化他说这青蛙就是我们自己独特的民族的，我们对山岗、土地、河流等等的那种崇拜，但是总体的形制其实差不多。你看到整个环太平洋岛民基本上都是那种东西。在美国从来没有感觉到说有原住民的那种蛛丝马迹的存在吧，除了军队里面的武器的名字。
因为美国宣扬的就是印第安人杀白人，白人杀印第安人，互相杀，互相杀，所以印第安人给人感觉能征善战，特别勇。所以美国的武器的名字经常就是什么 Apache， 就是它的武装直升机，什么 Chinoogan， 它的那个运输直升机，然后大量的用印第安部落的名字，就是感觉到好像特别能征善战。然后包括自己产的民用车，感觉到特别壮的那种民用车叫 Cherokee， 切诺基，也是个美国原住民的部落的名字。除此之外就没了。大概电影里看到过风雨者打仗的时候想起来印第安人，那时候叫印第安人啊，说因为他们有一种自己部落的语言，他们可以当通讯员传密码，所以大家看到过吴宇森的电影啊，那会儿把人想起来了，而且还不放心人家。每一个原住民身边有一个美国人，尼古拉斯凯奇演的那哥们儿就是专门看着他用的，也没把人当自己人，是要用人家的时候就战争中用人家自己语言当密码，就这么一点小事。所以在美国几乎看不到美国原住民各种各样的影响。美国对原住民的这个是要严厉批评的啊。虽然美国人自己解释说90%都是病死的，但是战争中间杀的印第安人也很多。但是病死也是有很多原因啊。那为什么美国人活下来了，他病死了？当然也是因为不给人家医疗条件，你把人赶出了干净的水源，好的这个水的源头都被白人占领，你把人往山里赶，人家缺医少药，没有干净水，那可不就病死了吗？你不能说专门有这么一种生物它就容易病死啊。所以美国对原住民是历史上就犯下很多罪行啊，今天依然没有尊重原住民到了应该的地步。应该说我们见过的以白人为主的移民国家社会里最尊重原住民的，当然首先是新西兰啊，这咱们讲过。那新西兰毛利人当总督，你去新西兰你跟谁聊天他都能说几句毛利语。这次欧洲杯大家看到的啊，这个冰岛人把维京人那套东西来了，嗡呱呱越来越快，然后这套东西其实就是新西兰最先把他们自己的原住民的毛利人的东西当成 hockey 战舞。澳大利亚也还好，对原住民也还相当尊重，但是也还是管原住民叫 Aboriginal。但是加拿大给了原住民一个特别响亮的名字，是我很感动的，就是加拿大管原住民叫 First Nations， 叫第一民族，就是不叫 Native Canadian， 就像美国人一样叫原住民，他不原住民他都觉得歧视人家，所以为了平等起见，就管人叫第一民族。所以加拿大的第一民族是所有这些原住民，叫 First Nations， 因为它有很多这种部落呀、小民族，所以加拿大的第一语言就是 First Nations 的语言。当然，第一语言没有一种固定的叫什么语言，然后才是官方语言英语、法语。虽然这个原住民的语言说是第一语言，已经没什么人会说了啊。包括见到这位酋长，我问他，我说你们这个1万多人的部落里，有多少人能够流利的使用你们的语言？包括文字啊，文字其实是后来发明的。因为最开始的时候他们都是没有文字的，他们那文字发明的之怪，就看到都不知道怎么读，因为好像没看到元音字母在里头，各种辅音字母 XZ 什么 BD 都在一起，也搞不清楚怎么念，中间还有个7。后来我们还问人说这7怎么读啊？这里头他说我们的语言比较怪，就说的时候有很多小停顿，但是小停顿又写不出来，就拿一个7来代表，这很有意思。他说听说读写都很熟练的，我们民族现在只剩12个，而且都很老。他说我自己当然是能说得很流利，我从小就说啊，但是写啊其他的就没有那么的好。他的未婚妻也来了，也是一个漂亮的，长得有点像夏威夷人的这么一个美女吧。然后他说他就不行了，他已经说的就不流利了。所以这个虽然叫第一语言，但是实际上是给一个尊重的地位，但是其实没有多少人在学习这语言。虽然加拿大政府每年拨了几百万美金吧，来保护这些语言。我们去参观他的博物馆，里面还专门有一个厅讲到说他们怎么保护这些第一民族的语言。其实你再保护也没用，因为大家还是要融进现代的社会里，所以这个东西在慢慢的在消亡掉。我本来想听到他对这些所有东西的抱怨，但是他说的非常好。他说当然了以前确实受过很多不公正待遇最早来的时候就不说了，北美当时不分美国加拿大，就都是殖民地，然后大家就是只不过有的是法国殖民地，有英国殖民地，大家都跟印第安人打仗。但是加拿大这边还好，没有像美国打过那么惨烈的跟印第安人仗，但是主要是病死的但是也是这问题，就是他永远把你赶到深山老林里去，而且加拿大这个法律，原住民住的地方不能离白人最近的 settlement 就是定居点5公里以内，
那所以白人只要第一点向前推进，原住民就得向后退。而且这个不是大家看到很久啊，200年前、100年前，就是一直到上个世纪的60、70年代，还依然执行这个法律，就是白人只要向前进，这个原住民就要往后退，保留地就越来缩得越小。从头到尾，英国政府当时殖民的时候，后来的加拿大政府就没有跟加拿大的第一民族签订过任何一个 treaty。就咱们讲新西兰的时候讲到，新西兰最好的就是说英国人一上岸，就先跟毛利人签了一个叫 Treaty of Waitangi， 就是怀汤伊协定，里面就清楚的讲到哪些地是毛利人的，哪些地是殖民者的英国人的。然后未来我想要扩大，我找你买地，那就我给你钱。新西兰是做的最好的这方面。加拿大这儿呢，到了上6世纪60、70年代还在干这个事儿，就是因为没有这个 treaty。而且到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加拿大的第一民族还没有投票权。这个听得我简直目瞪口呆，因为你总觉得像加拿大这种妇女选举权都是在全世界排的就比较前列的吧，给到选举权的时候。居然到60年代的时候，第一民族还是没有选举权。我还问他们，我说那你们1战2战的时候为这个国家去战斗吗？他说战斗啊，说那就得征兵啊，得去战斗啊，就是出了很多问题啊。我说那这不公平啊，你不是这个国家公民啊，人家不承认你是这个国家公民，你没有选举权，你为什么要为这个国家战斗？他说那就是不公平，没办法，征兵的时候 draft 的时候，那每个人都要去当兵，人家白人当兵回来是有福利的。你为祖国战斗过，你回来该有一块地的有一块地，该有补恤金的有抚恤金，该上大学的上大学。他说我们原住民战斗的时候必须一块流血牺牲战斗，回到祖国的时候不能享受加拿大公民的所有的这些待遇。听得我义愤填膺啊！我说这个太不合理了，而且一直到那个时候都禁止他们聘请律师，禁止他们出到保留地外面去找工作，受教育都不可以。他们怎么办呢？他们说的很可怜，那个时候就假装华人或者假装夏威夷人，就是黑一点的就假装夏威夷人，没那么黑的假装华人，因为他们长得确实跟华人的比如说闽南那部分等等有点像，然后黑一点的就跟夏威夷人太平洋 Pacific Islanders 是有点像。其实我也问了他，我说你们服装也好，服饰也好，纹身以及你们的长相，包括你们语言当然听不懂，但是你们的地名其实跟环太平洋的岛民都很像。大家想想看，环太平洋从这个 Waitangi 新西兰的法属的这个 Tahiti 日语发出来的这些 Sapporo、Hawaii、猫夷，包括这儿的 Canada、Waikiki、Toronto， 这全是第一民族的发音。大家想想，整个围着太平洋听起来都差不多他也承认，他说我们确实有点像。他说我为此也访问过很多原住民。他说我访问了新西兰毛利人、澳大利亚的 Aboriginal， 访问了台湾的高山族等等，包括太平洋岛国上。他说我们觉得就是很像，包括他们用那 canoe 那个划的那玩意儿，那船都长得都一样。乐器也很像，从密克罗尼西亚到这边，各方面的乐器都是以打击乐为主。而且是特大的打击乐，所以他说我们去访问了以后，一大圈发现，我们可能是很久以前，甚至是冰川时代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是亲戚。那后来融化了，然后后来大家分到了各个大陆，可能我们的航海能力确实比哥伦布时代还要好一点，就是大家融合的比较好。但是他们北美受到的歧视真的是最厉害。那你想多可怜，为了上学，为了工作，要化妆成华人。当年华人的地位就不高啊，当年华人是被当作卖猪骡来的，当年华人是来修铁路的。当然骗华人说这有金矿啊，从美国淘完金，加拿大淘金。加拿大也曾经出台过排华法案，排华法案在美国当然已经早就道歉赔偿啊。加拿大是到了2006年的时候，在国会由总理正式道歉。加拿大总理最后用广东话向所有那些受过排华法案欺侮的华人道歉，并且宣布了加拿大政府的象征性的赔偿方案。因为已经过了太多年，被排华法案迫害过的，就是不公正对待过的人能找到的也不多了。赔偿方案就是还健在的人头税的受害者，人头税就是排华法案之前的，相当于也是歧视这些移民的一项政策。人头税和排华法案受害者和他们的遗孀一共找到了400人，每人补偿了2万加元，同时又拨款2400万加元
展开历史教育，其中有250万加元专门用在华人区进行人头税跟排华法案的宣传，告诉他们加拿大政府过去做错了。另外，加拿大政府还拨款了1000万加元，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反种族歧视宣传，这个很重要，就是我道歉了，而且我还要让大家展开历史教育，说过去加拿大政府做的不对。当年华人地位那么低的情况下唐人街脏乱差在人心目中也没那么高的情况下，结果人家是第一民族，这块土地的主人，人家还要化妆成一个少数民族，然后才能找到工作，这个听得我都有点气愤的不行。然后就是60年代风起云涌的后殖民时代的大家的民族平等、民族独立运动，再加上美国的民权运动，马丁路德金等等等等，美国当时也爆发了原住民的这个要求平权的运动，这个运动传到了加拿大，所以加拿大政府才改变了许多法律加拿大政府才给了第一民族选举权，那个时候还不叫第一民族，还叫原住民，然后给了他们各种各样的这个平等的权利吧，终于可以请律师啦，终于可以受教育啦，工作啦，平等啦，但是还是要远离整个这个主流的社区而且依然不给他们真正的地权。这个和美国是不一样的，跟新西兰毛利人更不一样。毛利人我是这块土地的主人，他们的保留区是这个土地还是国家的，只是你有使用权，所以你不能卖，才导致了他们中间多少次白人嫌疑推进，他们说这不给我的保留区，为什么又给我抢走？说这地都是国家的，给你的是使用权，虽然在名义上给了他们第一民族、第一语言等等，但实质上他们还是没有真正的土地所有权以至于他们只能跟人家合伙做生意，在那块土地上，他们不能卖掉那个土地所以这个酋长就跟我讲，他说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开发多元的经济，争取去外面买更多的土地，他们也有免税权，就是我们做的生意，我们开个加油站，我们可能会比别人少个10%几，最多20%吧的成本，那我们就利用这点点优势去跟别人合作，然后去买一些廉价的土地，变成我们自己的，这块土地在增值，我们可以卖掉它或者拿它做更多的多元化的经营。其实我听完以后，我很多地方都义愤填膺，我就跟他说了很多次，我说为什么不去革命不去战斗大家知道魁北克省那些法裔加拿大政府征兵说上欧洲战场的时候都起义了原住民就是逆来顺受的就这样我说为什么不诉讼为什么不战斗为什么不为这些事奋斗？你既然现在给了我公民权，那我现在就有权说，那这么多年你对我的压迫是不是要 pay back你是不是要付我钱？就像新西兰政府其实对毛利人只是有那么一点愧疚感，今天依然给毛利人每年很多钱多的时候几千万美元，少的时候几百万美元，毛利人全族把它分了，或者建毛利人自己的教育等等。加拿大政府也不给这第一民族钱。他说了很多，但是说的我非常感动。他说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大家不能向后看，要向前看今天的时代也不是那个时代了，不是革命的时代战斗的时代那个时代我们也奋斗过。他说今天的时代是经济的时代，是平等的融合的时代。他说所以我作为酋长，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到处去宣扬自己的委屈，然后不公正愤恨，然后等等，而是要讲新的办法，要向前看，要与时俱进，要改革，要让这个民族受更好的教育所以说我们现在做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为了让下一代受更好的教育。他说现在我自己受了更好的教育，我学了法律我们就能有这个代表我们民族的法律的人，那我们就依据加拿大的法律我们努力的就去让我们获得更公平的权利而且他说我们虽然没有像毛利人一样做到了新西兰的总督，但是我们有一位 First Nations 是做到了今天加拿大的司法部长他说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的。那我们现在有了更多的律师，他说我们就应该在法律的框架下在整个加拿大这个国家的进步中，努力的提高自己教育水平，然后努力的融进这个社会，然后同时保留我们自己的文化，然后让自己更加的向前走所以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其实最应该有仇恨的，那你说我们再被欺负，还没被灭族吧？他们几乎被灭族。最可笑的是西方那么喜欢统计的，大家知道西方现在有统计历史学，能统计到英国某一个村的人口变化是从400年前开始然后男的女的等等，查了很多资料说当年到底原来他们有多少人，查到是200到2000万，就完全的不知道该是多少人，就是没有人统计过，也没有人真的关心他们。到今天当然统计了今天他们还占到加拿大人口的4点几，差不多100多万人吧，生活在最边缘的这些山区里
当然了，北边的爱斯基摩人是另说啊，他们的 First Nation 里不包含他们北边的那个。为了尊重爱斯基摩人，他们现在把爱斯基摩人的名字也改了，他们就叫做因纽特人 （Inuit），因为爱斯基摩人实际上是吃生肉的意思。后来说这个不行，这是歧视于是就管他们叫因纽特人，就是当地语言其实就是人的意思吧，大概就是这样。因纽特人不算 First Nation 里面，不算这边的原住民。而且爱斯基摩人、因纽特人自己也不认为自己是被你们歧视的，被你们赶到深山里去，因为没人去他们那块地儿。这个因纽特人觉得我们今天还依然是这块土地的主人，所以跟他们心态还不太一样。还有另外一个少数民族呢，就是也算是原住民，也不算在 First Nation 里，是 First Nations 和法裔的混血，是一个单独的一个民族。这3个民族算是 First Nations、因纽特人和这个混血民族是加拿大认为的原住民民族。说实在，我心里很难过。那天，一个是平权运动到今天 ，LGBT 都需要各种各样的最平等的权利了。那这块土地的真正的主人，这块土地的真正的拥有者，所有的这块土地最早的文明的创造者，今天还在远远落后于同性恋、变性人等等等等，落后于他们在后面追逐这个平权的运动，所以听起来还是很心酸。但是看到他们的努力和他们对未来的那种宽容的心态和那种融入世界的心态，又觉得特别感动。这次给我上了深深的一课。回来我就跟那市长也说了，我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一个原住民的酋长，跟我以前看到的电影里呜噜噜噜噜噜噜，他很倒霉的。他说我们出去全世界访问，别人都对我们说你好或者说一句日语什么之类的。他说我们每次都得跟人说我们不是，我们是 Squamish， 没有人听得懂什么叫 Squamish， 说这是什么他们最后只好说我们是那个呜噜噜噜噜噜大家说知道了，说你们就是那个呜噜噜噜，听起来你都觉得很心酸。就这个民族给人的，被白人的电影、白人的这个所有的小说文化妖魔化成了其实他们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今天依然伫立在每个加拿大的机场、大学的博物馆。我们去那个 UBC 里面去看他们的博物馆，里面到处都是原住民这些东西，包括他们的绘画等等。美国当然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对原住民、对黑人，应该说他们的境遇是处在美国和澳新之间，新西兰、澳大利亚做得最好，加拿大这个处在中间，美国做的最差。包括美国大部分的政客谈到我们是个多元化的国家，现在为了政治正确，顺序是不管你是黑的、白的、拉丁的还是亚裔。但是我这次在共和党这个 convention 全国大会上，居然连亚裔也没听到。特别讽刺的是，我在看 CNN， 然后说朱利安尼就是纽约的前市长，是个特别保守的共和党人，在那大喊大叫说，让我们为这个所有的在今天的保卫我们的警察鼓掌欢呼 USA， 大家开始大喊大叫说他们保护的是每一个美国人，他们保护的是黑人、白人、Latino。然后下边镜头马上给到亚裔，准备等到他说亚裔没了。CNN 好尴尬，因为 CNN 是多有经验的那种直播大师，你想都准备好了，然后就 Every American， 大多数的时候还是会说到黑人、白人、拉丁、亚裔，会这么说。几乎我就没有在美国听到过任何一个美国政治家，无论他是共和党的还是民主党的，在说我们是个多元的民族，我们是个大熔炉的时候，说到我们还有 Native American， 我们还有原住民，我几乎就没听见过哪怕在选举的时候我都没听见过。这共和党更好，连 Asian 都不说。加拿大社会里面受原住民的文化的影响远比美国要大。就是在美国你看到比如盖个房子吧，开工的时候绑些丝带在这个树上，然后这个表明我这儿要开工了，然后这完工的时候在梁上飘好多白丝带，就是表明完工了。在加拿大他们是开工的时候要举行他们那种 First Nation 原住民的那种庆祝仪式，就感谢这块土地，他们有一套这种庆典。所以加拿大开工的时候使用这个庆典，说明原住民的文化已经融进很多，有点像我们请来这个僧道场什么这种来保佑，他们也会请 First Nations 来做他们那一套那种仪式的东西在很多重要的时刻、重要的庆祝要把他们请来。但是他们现在也还是有很多问题，就是确实有很多人不愿意走出那大山。这酋长也说，他说我们也没办法，很多人就愿意住在大山里，他不愿意到温哥华去，他不愿意看到你们这些高楼大厦呀什么这那，我喜欢他自己生活。但是可是现代化的代价呢，又是有污染
有很多这个新的他们所不知道的病，然后因为污染了他们的水源，导致他们的部落里得一种很奇怪的病，然后导致死亡。他们也因为这事在诉政府，然后在寻求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总而言之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觉得他作为一个酋长，身上担负着这么重的担子，我觉得特别让我佩服。他说我的酋长是我爷爷传给我的，我也会把这酋长传给我孙子。我说为什么不传给你儿子？他说因为我想为我们这个民族多奋斗几年，我不想那么早就退休。他说我们不是死了才这个继承，而是活着的时候要把酋长这个传给下一代。他说我就准备像我爷爷一样传给我孙子，这样我能为这个我们自己的民族多奋斗几年。温哥华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感觉到了解放区了。在温哥华还有一个特别值得去的地方它有一个 Flyover Canada， 就是很神奇的，就是4D 的，你坐在一个椅子上，然后你就感觉飞翔了，然后在整个加拿大飞翔。是美好的加拿大，从城市到乡村，从大瀑布到大森林，等等等等。对加拿大人来说充满爱国主义情怀，看完以后觉得我的祖国好伟大。对于我们这些外国游客来说，觉得这国家还是很美好，很值得去一去。那后来他们又做了一个有关中国的这么一个4D 的飞跃的大家有机会来温哥华可以去看一看哦。加拿大的华人还是对这个国家相当有认同感，当然华人第一代移民都是热爱祖国的，这是不用说的，但是第一代对加拿大也很有认同感。其实这种东西不是非黑即白，说你爱加拿大你就是汉奸，你就是叛徒，人家也爱祖国。就相当于你来到北上广，你离开家乡，你不能说我爱北京或者上海，我就是家乡的叛徒，我就不爱我家乡，我还是爱我家乡啊。我春节回到家乡，我说我的家乡话，跟朋友们在一起，我依然爱我家乡，可是我愿意为了生活去北上广北上广给了我好的生活，给了我好的机会，我奋斗成功，我热爱北上广没有问题。我觉得不要搞得那么非黑即白，说我热爱加拿大，加拿大给了我更公平、更自由、更好的机会，然后我就是一个恨中国，我要出卖中国，天天在街上兜售卖国的人。当然不是但是大多数人会对加拿大有很好的认同感，比在欧洲和美国的华人要更多的认同他们生活的这个国家，可能也是因为更平等，歧视更加少。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你去美国访问在美国的华人，或者在欧洲访问在欧洲的华人，第一代华人第二代当然都说我们这儿我们如何，他会这么说，他就说他们这儿你看他们这儿如何如何如何。欧洲更明显，说你看他们法国人，这人在法国都生活30年了，他不说你看我们这儿，他说你看他们法国这个到美国基本上我们也会这么讲，说你看他们美国如何如何。但是我们在加拿大碰到的几乎所有华人都用我们这儿来形容，说你看我们这儿这个如何如何。是我已经占人口1/3了，这还不是我们这儿吗？这当然就是我们这儿了，充满了对这个自由的、平等的，给了他们好的生活的这个国家的喜爱吧。如果管祖国叫热爱，那管加拿大咱们就叫喜爱，这俩事儿是没有冲突的所以温哥华是一个解放区，大家去了以后会非常喜欢这个地方。